从远古时代开始，人们一直渴望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，于是有了占卜术。中国民间有一种占卜术叫伏击，后来人们用碟子取代木笔，用字盘取代沙盘，伏击简化为请碟仙，跟古代伏击相同。请碟仙依旧是一种迷信。传言有人在这栋黑楼里请过碟仙，黑楼因此被诅咒。虽然人们都知道这是迷信，但也没人愿意居住在这里，一直荒废着。妈妈，床下有声音。弟兄，以后别再吓唬妈妈了，不好玩。
非常好，过了。第2场结束，传场。不错，脸挺好。刘佳妮老师，起来吧，别演了，这堂过了。老师，老师，导演。啊？刘佳妮老师，刘佳妮老师，赶快送医院！还有谁想走？我一起送回城里，我好一起换人。我就说开机仪式得上香，尤其是恐怖片。结果呢，咱们剧组可倒好，简单拍了个合影就开机了，香都没上，出事儿就怪了。刘佳妮出了意外，验尸报告还没出来，目前死因不明。但咱拍摄不能停啊，场地费已经交了。开机第1天就出这样事儿，谁也不想。胆小害怕的，赶紧走！剧组哪个角色要是有死的戏，我听说都要提前给个红包的。哎呀，你别说那些了，要不是因为剧组预算低，出不起场地费，我也不来这儿拍。这就是个意外，还能出什么事儿？我都拍好多部电影了，也没什么上香啊，也没出什么事儿。什么角色死了还给红包，那都是迷信。不过恐怖片，我倒是第1次拍。对，咱们导演人品好，能驱邪，我们跟着导演啥也不怕。那这么说，都不走了？我们不走。导演，演女1号的刘佳妮不在了，她的戏谁来演呢？我再考虑一下吧。民国的戏可没那么好演。全班同学都把口罩摘了，为什么你不摘？你怎么这么特殊？就你怕病毒吗？今天你必须把口罩摘了。
婆婆，婆婆，婆婆。我是建雄老师，学校让我来看一下建雄的情况。建雄在放学的路上被车撞死了。这是建雄的弟弟。那个屋子的婆婆是建雄的外婆，眼睛哭成了白内障，精神也有点不正常了。听说自己的外孙被鬼抓走了，要给他报仇。我就骗他，每天用萝卜让他报仇。那先不打扰建雄妈妈了，我回去了。建雄，去送送老师。
没有的放那边，这边是加码油的。这么偏僻的地方，荒山野岭的，剧组住的地方居然电都没有，想洗个澡也都洗不了。剧组预算低，没办法。灯光组有移动电源，需要充电的话可以找他们。连剧组的车都是半白式的丧车。咱俩开剧组的车出来，好吗？这都不能洗澡，身上都臭死了。咱俩找个地方洗个澡就回来。路这么黑，两边荒山野岭的，咱俩可别遇到什么东西。心颖，你没事吧？小童，你怎么了？刚才梦魇了。看你出了一身的汗。今天那个刘佳妮的事，你怎么看？你不会害怕了吧？我怕什么？我科班出身的演员。这跟科班出身有啥关系？不过也对，你就演就行，千万别入戏。那个刘佳妮，可能就是入戏太深了，被鬼吓死了。你说有鬼？不好说。你可别吓我。不过这么多台词，对我还真算个挑战。是啊，你看你多幸运，大学还没毕业，就能演上女一号。
这个楼里不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？第一天拍戏就死人，怎么会？剧组那么多人呢？对了，剧本我咋没看懂呢？死的那个到底是剑雄，还是剑雄的弟弟啊？我看根本就没有什么剑雄的弟弟，就一个剑雄。我再好好看看剧本。剑雄死了后，剑雄死了以后啊，剑雄的外婆和剑雄的妈妈也不明不白的相继过世了。这栋别墅也荒废了好几年了，目前里面啊根本就没人。剑雄被车撞死那天，因为口罩的事，你刚刚训斥完他，剑雄对你肯定怀恨在心。然后剑雄突遭横祸，阴魂不散。你这应该是中了剑雄的诅咒，需要去解除这个诅咒。你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诅咒这件事吗？你别相信不相信的，已经证实了，你看到那些都是不存在的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是我害了剑雄，他还是个孩子。如今我受到诅咒，这也是应得的报应。你当初也是因为剑雄的死才辞去了教师的工作吧？现在你已经出现了幻觉，精神马上就要崩溃了。我不能见死不救，这一次你必须要听我的。卡过了，白天的戏就到这儿，准备晚上拍大夜。女2号唐老师她一心想火，她想演女1号。听说暗地里在泰国养了小鬼。不知道真假。这次女1号突然暴毙，太蹊跷了。老师，你这是在干嘛？体验一下疼痛感，记住这种感觉。老师，你真可以的，为了演好戏，可真够拼的。来，给我补补妆，妆有些花了。好的，马上给你弄。听说国外前几个月上映那部恐怖片，剧组死了好多人，大家还是自己照顾好自己吧。可能昨天那个刘佳妮只是开了个头，下一个不知道是谁呢。不好意思。一会儿咱们不会真的把碟仙请来吧？你看这碟子，上面的好像是个咒。尸油、血都是假的，怎么可能请来碟仙？
你怎么知道是柚和血是假的？不信就去问道具，要是真是有，吓死你！不过，刘佳妮的死绝对没那么简单。那死状肯定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好，我们准备试拍啊。导演，就咱们几个吗？这场请碟仙的戏，比较忌讳的人就没让来。来，血咒4.4场，1镜1次。3、2、1，开始。这是什么呀？怎么这么臭？这是尸油。心里不要有杂念，千万不要乱说话。心不纯的话，可能请来的是冤魂，容易附身。碟仙请来后，你知道要问碟仙什么吧？让碟仙带我去阴间找到剑雄，让剑雄原谅我，接受我的道歉。对，这样你身上的诅咒才有可能消失，不会再出现那些幻觉了。现在开始。哇，碟子真动了！啊，你怎么还说话了呢？剧本里哪有啊？对不起，导演，我不是有意的。新人真不行，一点经验都没有，让大家陪着。再来一条。血咒4.4场，1镜2次，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欧阳小彤，你怎么回事儿？剑雄的妆太吓人了，吓死我了！什么剑雄啊？哪有剑雄啊？剑雄还没出场呢，根本就没有剑雄啊！难道你看到什么不干净东西了？刚才请碟仙的时候，什么冤魂上了欧阳晓彤的身，让他有了阴阳眼，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。哎呀，今天到这儿了，都神神叨叨的。明天继续拍，收工。唐鑫啊，你这演技也不行啊，僵尸脸一点戏感都没有。一会儿你过来，我给你指导一下。好的，导演。刚才你真没看到有东西吗？真没看到。字盘上的字也是道具胡乱写的，你还真当真？难道我真有阴阳眼了吗？
你的演技得提升，白天表现确实一般。导演，刘嘉妮的戏能不能给我演？我喜欢有追求、有梦想、靠自己演技出名的演员。唐老师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剧本是不能改的，后面你好好演。我只想拍出更好的作品，拿国际电影节大奖。根据拍摄第一天演员们的表现，我感觉缺少点灵魂，所以今天有必要给大家开个会，主要是针对演员的。其他人感兴趣可以都听一听。什么叫诅咒呢？在字典里对诅咒的解释是祈求鬼神降祸于所恨之人，这是一种迷信。世界哪有牛鬼蛇神？但是诅咒真的能让人产生恐惧，恐惧是会被传染的，也就导致了所谓诅咒会被传染。那被诅咒的人会怎么样呢？正因为内心产生了恐惧，致使生活中做错事，发生一些意外，也就被人们说成诅咒应验了。我不相信诅咒，我也不相信诅咒会传播，但是我相信恐惧会被传播。比如你下班回家，你在门口遇到一个陌生的老太太，突然说你面带阴气，今天必有血光之灾。说完就走了。你不认识这个老太太，咱们不去研究这个老太太正不正常，就说你听完这件事儿，心里是不是很不舒服？回到家，做什么事都小心谨慎，看见刀会紧张，切菜也会紧张，生怕切到手，一紧张还真就切到手了，流血了。你想，还真有血光之灾，被诅咒了。其实这就是恐惧的传播。诅咒是存在的，但不是真存在，它是通过恐惧的方式存在。这么说，之前刘嘉妮的死是跟诅咒有关吗？刘嘉妮的死亡报告还没出来，不过人确实死了，而且是在咱们剧组死的。即便是诅咒，也是戏里的诅咒，和我们生活中演员也没有关系吧？演员演戏就要入戏，你就要成为这个角色。戏就是真实的，真实就是戏。所以我建议你们在演戏的时候一定要做到收放自如，尤其是恐怖片。但是从昨天的表现给我的感觉，有些演员还没有达到入戏的阶段。还有，我昨天晚上在检查素材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片段，我拷贝出来了，也给你们看看。这个是改装过的，能插 U 盘的电视。这段视频是前几天拍的素材，在拍摄的时候大家都在场，没有什么异样。不过这素材里面，剑雄突然消失了，怎么解释？难道那个别墅诅咒的传说是真的？这家别墅的主人上吊的位置，据说就在这儿。
小童，你怎么了？我看到有个人站在窗台上。这个门就这样，关不住的，经常这样。周围邻居说，到了晚上就会听到奇怪的声音，所以一直没有人住，一直荒废。当然了，我是不信诅咒的。小童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，你看到什么了？小头，你是不是被刚才视频里的内容吓到了？我真的看见了，水缸后面有个人影。谁也没看见，就你看见了。好了好了，今天晚上继续拍夜戏，演员去化妆。开机第一天就有人莫名其妙的惨死，又有诅咒视频，这个别墅以前还吊死过人，我怀疑都和这个被诅咒的黑楼有关系。下一个就是你。我新学的瑜伽动作，再配上今天这个妆，怎么样？被我吓到了吧？这妆化的真行，我也得去化妆了。看，小凯，给我换个镜头。你这么冷吗？怎么穿大衣了？这几天全是有点阴了，穿上感觉好点儿。等收工用热水烫烫脚。好嘞。血咒第14场7进1次，准备。
热水壶哪去了？隔壁小凯刚才把热水壶借走了，应该用完了。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的看到小凯是被鬼弄死的？我怎么敢欺骗导演？我说了我有阴阳眼，是不是跟那个诅咒视频有关？导演，我心颖、小凯、孙一言，孙一言在哪儿？你先等会儿，等我吃完，马上给你卸妆。说的都是你亲眼看到的？是啊，我亲眼看到的。我过来的时候，看到小童都在这吓傻了。小童，你真的看到死去的小凯了？我之前就跟你们说，我拍完那场请碟仙的戏后，就有了阴阳眼。这回你们信了吧？剧组又死了2个人。这么说，这栋别墅真的不干净了。不行，戏不拍了，我要回家，我不想死在这儿。
肯定是那个诅咒视频，看过的都得死，我们仨都看了。这个世界哪有什么诅咒啊、鬼呀、什么的，还诅咒视频？你们可真能想象。欧阳晓彤，之前我以为你入戏了，什么阴阳眼，还说那些乱七八糟的，我没说你，你还真当真了？这电影不杀青，谁都不许走。我押上我房子的贷款弄来的钱拍这部电影，这个电影不能停，否则前功尽弃，我就完了。刘佳妮的死亡报告出来了，她是先天性心脏病，就是心源性猝死。小凯和孙岩的死也会有真相的，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死啊。虽然我不信迷信，但是我相信恐惧会传播的。磁场强的就能抗拒恐惧。还有，大家不都签了演员合同了吗？没拍完戏就想走，不可能！过了，非常好，休息一下。你弄了这么多的铃铛是用来做什么的？这是戏里的道具，我先熟悉一下。民国时期的人怎么这么迷信啊？这些是用来去除不干净的东西的，我可不相信。对，我诅咒视频拿来了，打算研究一下，找到诅咒的原因，好破除掉。不然，我们都得死。今天就别研究这个视频了，早点休息吧。
屋子我待不下去了，真有不干净的东西。你别吓我呀，小童。这回我说的可都是真的。你是不是入戏太深了？可能是因为我有阴阳眼，能看到你们看不到的东西。好吧，好吧，你刚说的都是真的。不过，咱们这个别墅确实给人阴森森的感觉，让人很压抑，不舒服。视频里，倩雄为什么突然消失了？看过诅咒视频的，相继都死了。下一个，不会是我吧？姐，你那儿有闲钱吗？我这儿拍电影预算花多了，你那儿能不能先借我点儿？太谢谢姐了，谢谢姐。今年清明我又回不去了，你帮我给我爸扫墓。你这秤不准吧？我怎么可能100多公斤？我明明就60公斤不到的体重。我的秤超级准的，怎么可能不准？你再称一下。你这秤算是坏了。真邪性。
大半夜的，在这干嘛呢？回屋休息。二宝也没看过诅咒视频，怎么也死了？我怀疑是我们请碟仙的时候惹怒了碟仙，在报复我们。那刘佳妮的死怎么解释？当时我们还没请碟仙呢。刘佳妮不是也拍了请碟仙的戏吗？就导演给咱们看那个诅咒视频，不管怎么样，肯定跟这个别墅有关系。我这次肯定要走了。不行，谁走就按违约处理，不给片酬，还得给我违约金。赔就赔，比起钱，我更看重我的命。小童，我们走。我求你们了，都别走。还有2天我们就拍完了，大家再坚持一下，行吗？导演，我们不走，我们继续拍。这个姿势行吗？奇怪，焦点怎么老对不上啊？
我们找遍了整栋别墅，周围也找了，就是没看到剑雄。好吧，我跟大家说一件事儿。原本呢是想等拍完杀青之后再跟大家说的，现在出了这种特殊情况，不说不行了。剧本有2版，刘佳妮、小凯、二宝还有孙岩并没有死，其实都是按照 B 本剧本在表演。小童说他有阴阳眼，也都是假的。小童是个好演员，让我看到了一个不疯魔不成活的戏疯子，感觉他入戏太深，但是演的确实很真实。小童说他看到那些东西，其实都是剧本里写好的台词。每次有人死，剧组里都有人想报警，最终都被我以各种理由给阻止了。有的我就直接提前告诉了 AB 版剧本的事儿。导演，你们有点过分了，我觉得没吓死我。一开始我是犹豫的，但为了拍出一部效果好的恐怖片，最终我还是配合导演这么做了。这种事我不能干。我也是因为预算低，找的人都是新人演员，想要把戏拍好，增加些恐惧效果，才出此下策的。我不能欺骗演员。这怎么能是欺骗演员呢？ A 版剧本给演技不好的人， B 版剧本给演技好的人，演员们都按自己的剧本去演。我们可以让 B 组的演员去吓 A 组的演员，这样让 A 组的演员演得更加真实。弄2版剧本，我总感觉不舒服。我弄个电影项目也不容易，我自己也投资了，我不想赔了，想要拍出好的作品。那诅咒视频是怎么回事？诅咒视频是真的，只不过被导演剪辑处理过了。但是欧阳晓彤亲眼看见剑雄进电视消失了，而且大胡子不明不白的死了，这2件事是真实存在的，不是 B 版剧本里的。难道说，在拍摄刘佳妮请碟仙那场戏的时候，剑雄被碟仙上身了？我看到他有异样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们真的把碟仙请来了，没把碟仙送回去？对了，拍刘佳妮请碟仙那场戏的时候，也拍了剧照，大胡子也在。这么说就对上了。赵永帅在哪儿？我让他去补录了个声音。
还是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碟仙的事儿。那大胡子离奇死亡，剑雄凭空消失，现在连赵文帅也死了，怎么解释啊？要快点找到剑雄，我担心他有危险，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。现在也就真的只能相信有碟仙了。那剑雄会在哪儿呢？地下室。剑雄，你怎么跑这里来了？担心死我们了！快跟我们回去！你们给我站队！是你们的剑雄。你是谁？80年前，我被一群陌生人带到了这里。之后一直没人来过这里，直到那天你们的人发现了我，我才得以去见天日。导演，你这场地选的真不错，有恐怖片的氛围，是吧？这个地下室原来是地牢，之前都有可能死过人。导演，多方便一下。那我回车上等你啊。小心点儿。胡子被吓坏了吧？没敢说。本想去和父母相聚，谁料你们的朋友用碟仙游戏又把我请了回来。
好了，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看。那你为何要杀死那个大胡子？那天他拿走了原本属于他的东西，就该死。小朋友，你听我说，不管你是谁，剑雄是无辜，请你放了。剑雄就是我，我就是剑雄。你们得用碟仙游戏把我送回去，否则你们都得死在这儿。你们有人做了不光彩的事，必须说出来，把自己变干净，我才能走，不然我就让你们全死。赵文帅其实是我男朋友，我为了演主角背叛了赵文帅。虽然那天晚上导演没有碰我，但我确实对不起赵文帅。我觉得我很下一届。剑雄演得真好。是的，我和新颖是情侣关系，为了新颖的演艺事业，对外隐瞒了我们的关系。那天导演和新颖半夜约会被我无意发现，于是怀恨在心。后来我和二宝一次吃夜宵，我也就知道了有 B 版剧本的事。老表，过2天我也要当演员啊。你喝多了吧？你别告诉别人，导演让我保密。之后找到欧阳晓彤，没想到导演竟然是种人。剧本我请人改动了下，放心，我也会暗中配合你。就这样，我暗中配合欧阳晓彤，造成在导演等人看来碟仙真的显灵附身给剑雄的假象，从而报复唐新颖对我的背叛，也报复导演。新颖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甚至当时冒出了要杀你的念头，我误会你和导演了。对不起，导演，我也误会您了。我要给剧组带来的损失负责。我原谅你，剧组的损失我会和制片解释。都怪我没开个好头。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，我只是没有揭穿你们，陪着你们演的这场戏。你们这戏演的真呐！看来我低估了你们的演技。
小童，你演技真好，我一点也没看出表演痕迹。好了，我们回去接着把我们电影血肉拍完，还有2场戏就杀青了。那个人继续念着驱魔咒，他身体里的铁仙马上快承受不住了。他缓缓地张开了嘴，好了，别讲了，我们的小抽架该吃药了。看过了。电影血肉杀青！你真的不打算原谅他了吗？是的，我已经决定跟他分手了。新颖，对不起，为了让你快速入戏，我按剧本给你讲了很多灵异的事来吓唬你。其实除了 A 版、B 版、C 版剧本，我也在演绎着我自己。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女孩，是在清明节清晨，她把自己给活埋了。怎么可能？你们可别吓唬我！这个屋子是我刚租的，没多久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走啊，去吃火锅。怎么这么多血？这是道具，我在磨练演技，装的。阿姨给你报了表演班，你是真没白学。来，跟未来的大明星合张影吧。你有什么收获吗？我非常热爱表演。以至于在生活中，我也经常演戏，分不清哪个是生活，哪个是戏。现在我意识到这是不对的。除了工作，我们还要有自己真挚的朋友和纯真的生活。你怎么了？再听我说嘛。是的，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少一些演技，多一些真诚，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。